看蜘蛛侠4前，你不用担心看不懂。本视频会以容易理解新电影的角度，去速览荷兰弟版蜘蛛侠从初登场到英雄无归的完整经历，帮你无缝衔接新上映的崭新之日。2016年上映的《美国队长3》是荷兰弟蜘蛛侠的首次登场。当时的 Peter Parker 只是纽约一个普通高中生，白天上学，晚上偷偷用蜘蛛侠身份来打击犯罪。钢铁侠托尼发现了这个年轻英雄，当时托尼正因为超级英雄是否应该接受监管的问题和美队产生分歧。为了对付美队的阵营，托尼邀请 Peter 加入了自己的阵营。Peter 也因此获得了一套高度科技化的蜘蛛侠战衣，所以小蜘蛛就参与了这次的复仇者内战。也是从这里开始， Peter 和钢铁侠建立了类似父子般的师徒关系。英雄归来，荷兰弟第一次担任主角。这一次，漫威没有重新讲蜘蛛侠起源，而是直接展示成为蜘蛛侠后的彼得。他一边面对高中生活，一边希望证明自己可以成为真正的复仇者。但托尼认为他还太年轻，希望他不要卷入太危险的事情。彼得最终面对反派秃鹰，证明了自己。蜘蛛侠的价值并不来自高级战衣，而是来自他的责任感。同时，这部电影还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：剧中一位已经被逮捕的坏蛋麦克加根，也就是蝎子，他会在新上映的崭新之日回归。这集还有个重要人物是小胖奈德，他是彼得在学校里的好朋友。他偶然发现彼得就是蜘蛛侠后，也成为彼得最信任的伙伴。复联3是小蜘蛛第一次面对宇宙级战争，灭霸入侵地球后，蜘蛛侠正式进入复仇者级别的战斗。穿上全新的钢铁蜘蛛战衣后，彼得跟随钢铁侠、奇异博士等人前往太空，与灭霸展开对决。但这也是彼得人生第一次面对死亡，结局是他成为灭霸响指消失的人之一。复联4终局之战，5年后，彼得因为浩克的响指重新回归，他作为复仇者之一，与灭霸军团决战。众所周知，结局是托尼牺牲自己，拯救了世界。对于彼得来说，他失去了最重要的导师。英雄远征故事发生在复联4之后，彼得跟随同学前往欧洲旅行，并在那里遇到了反派神秘客。神秘客假装自己是来自其他宇宙的英雄，骗取彼得信任。实际上，他只是利用幻觉技术制造灾难，想取代钢铁侠成为新的超级英雄。同时，彼得一开始暗恋的同学 MJ， 两人在这一集中也逐渐确认关系，成为情侣。电影的结尾，虽然彼得识破阴谋，但是反派神秘客欺骗全世界，甚至对外公开蜘蛛侠的真实身份。Spider-Man's name is Peter Parker。这一刻，彼得的普通生活彻底结束。英雄无归，身份曝光后，彼得找奇异博士帮忙，希望让全世界忘记自己是蜘蛛侠。由于彼得的话痨不断修改魔法条件，导致魔法失控，多元宇宙打开。来自其他宇宙，也就是旧版电影的蜘蛛侠反派来到了这个宇宙。绿魔、电光人、杀人、蜥蜴博士、章鱼博士。彼得试图拯救所有反派，阻止他们回到各自的世界等死。但绿魔突然反噬，杀害了梅伊。在临终前，梅姨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And with great power, there must also come great responsibility. 这句话成为荷兰弟版蜘蛛侠此后一切行为的原点。因为多元宇宙的失控，前2代蜘蛛侠托比和加菲也来到了这个宇宙，荷兰弟版彼得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。3代蜘蛛侠联手治愈了所有反派，反派被阻止了，但多元宇宙仍在失控。为了拯救世界，彼得提议让奇异博士施展魔法，让所有人忘记 Peter Parker。从此，全世界都遗忘了他，包括 MJ、赖德，所有认识他的朋友。Peter 失去了过去的一切。他搬进了一间简陋的公寓，自己制作了一套传统蜘蛛侠衣服。那个曾经被英雄们保护的少年，终于成为了独立的蜘蛛侠。然后就是本次的崭新之日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复仇者靠山，没有高科技战衣，没有 MJ 和赖德的陪伴，他只能一个人守护纽约。
再补充几位会在这集客串的漫威老朋友。惩罚者，一个失去家人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弗兰克，用极端手段打击犯罪的街头反英雄，没有超能力，但拥有顶级战斗能力和武器装备。漫画里，惩罚者和蜘蛛侠是亦敌亦友型街头英雄，两人的理念经常冲突，但彼此尊重。布鲁斯·班纳博士，初代复联成员之一，因伽马辐射变成拥有超强力量的绿巨人浩克。从前做剧情来看，他和蜘蛛侠之前没有同场互动过。再说一位惊喜人物叶莲娜，顶级女特工，是黑寡妇娜塔莎的妹妹，也是雷霆特工队或者新复联的领袖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Peter Parker 成为蜘蛛侠成长后的全新篇章，祝大家观影愉快。